猪真的长成大孩子了，现在的它已经比小卖部窗口还要高了，也就短短2个多月的时间，媚猪从踮着脚才能够到窗口，到目前它已经比窗口还要高出1个头尖了。而且媚猪这个越狱惯犯，现在翻窗特别的利索，也就3、2下的功夫就能顺利翻出去了，这动作也可以说是特别的丝滑。但如今相比媚猪越狱，大家更期待看到它卡住的那一天，不知道到时候它小小的脑袋里会不会装满大大的疑惑，明明之前还是好好的，为啥突然就翻不出去了呢？菊萌萌有时候也特别宠媚猪，整天抱着闺女亲亲，媚猪在她的怀里就像一个玩偶娃娃。菊萌萌也知道自己的闺女很可爱，她有时候会抱着媚猪大大方方的给游客展示，这得意的表情像是在说媚猪可爱吧，我生的。即便是媚猪调皮打了她，她也不生气，虽然她把嘴巴张得大大了，最后也只是轻轻的咬了一下。这里真的可以看到菊萌萌满眼的宠溺，有时候菊萌萌趴在地上睡觉，媚猪从她身上踩过去，她也不会生气。而且媚猪很会看妈妈的脸色，如果妈妈真的生气时，媚猪秒变老实，坐在妈妈身边乖乖的，这模样妥妥的就是乖宝宝。现在菊萌萌也会像其他熊猫妈妈那样，经常训练媚猪。媚猪爬树，菊萌萌就会把它拖下来；媚猪爬窗口，菊萌萌也会过来阻止。特别是在外场的时候，因为媚猪比较独立，喜欢自己玩耍，菊萌萌也会抓住媚猪，拖着媚猪跟她走。媚猪爬树，她也跟着爬上去，母女俩一熊一个树杈，这画面看起来和谐极了。而秦华才不是地主家的傻儿子，他分明就是地主本身。看着豪华的外场，是他那背靠2位金主爸爸的老爹也不曾拥有的。别的小熊巡视场地10几秒就能转个遍，而秦华巡视场地差不多2天才勉勉强强看得完，这妥妥的就是山大王了。秦华在山上饿了就吃自助餐，渴了就喝清澈的溪水，实在是想喝盆奶了就下山找奶爸要，这简直就是大熊猫圈养界的天花板了。试问有哪只小熊不想拥有这样的大别野？所以游客来看秦华，能不能见到本熊都得随缘，毕竟他的奶爸想看他，有时候也得等上2天。即便是运气好，秦华没有上山，那也很考验游客的眼力和手机的性能。即便是已经放大15倍，也只能看到秦华的小脑袋。巡视完山头，秦华有时候就在他超大的前场荡秋千，这歪着脑袋的样子真的太治愈了。因为秦华随了妈妈，嘴巴上长了几颗美熊痣，看起来略显成熟，但他其实也只不过是个刚过完4岁生日的小宝宝。秦华甚至比花花还小了3个多月。小时候的秦华因为墨水太足，嘴巴黑黑的，网友就给他起了个特别可爱的外号，叫做小口罩。小时候的小口罩看起来就要比同龄小熊更加成熟，所以别的小熊都是靠着可爱卖萌出圈，只有小口罩打小就是靠着成熟出圈。而长大后的秦华看上去憨憨的，像是不太聪明的样子，但其实是遗传了他老爹7仔，看这小眼神就知道那花花肠子肯定多着呢。而且秦华也是7仔的孩子中唯一遗传了他棕色毛发的。秦华的后肢在太阳光下能看到棕色的毛发。秦华除了拥有超大外场，他还拥有一个超爱他的金主爸爸盼盼。自打秦华成为了面包王子，这小脸长得也越来越像发面馒头了。而且金主爸爸还为秦华开设了专门的账号，并雇了专门的摄影师来拍他，每天都要显摆自家的大脸娃娃。不得不说，秦华才是真正的熊生赢家。他们俩的妈妈叫萌萌，萌萌是那个我们北京动物园长得最好看的一只熊猫。果然每个老父亲都觉得自家闺女是最好看的。徐老爷在萌宝萌玉2姐妹的生日会上疯狂安利自家大胖闺女，还说萌宝萌玉之所以这么可爱，是因为长得像妈妈。她的妈妈长得又白又圆的所以看他俩也是就脑袋大大的圆圆的。而且他还经常在社交平台上毫不吝啬地夸萌萌，说萌萌是美得发光的人间最美熊。萌兰叼起竹子头喂粉丝，徐老爷在夸萌兰帅气体贴又懂得分享之余，也得顺带提一嘴是他闺女生得好。徐老爷和萌萌日常的互动也很有爱。萌萌喜欢玩水，他就经常拿水管和闺女玩。下雪天萌萌在内场营业，他就从外面一盆一盆的端进来和闺女打雪仗。萌萌当年去基地参加繁育，他也是挥泪告别。多年之后，萌萌一家都回到北洞，他又发文庆祝说一家人终于团聚了，10几年的爱与陪伴，他们彼此可能早已把对方视作家人。天津二姑奶奶喜乐和她的冯奶爸也是相爱相杀，嘴上说着大熊猫没那么善良，行动上又把喜乐当成亲闺女对待。而且在老冯的眼里，喜乐也是长得最好看的，真的是特别准。当时我记得张生养过好多熊猫，他见到喜乐第一眼的印象就是嚯，这猫真漂亮，相当白，然后长得那种小鸟眼睛，家族遗传好。有一次现场游客说喜乐的腿短，
老冯可就坐不住了，立刻站出来为自家闺女说话。太贵还短，也够呛。老冯家人住院，请了半天假，喜乐愣是在外面耗了3个小时也不回家。老冯担心自家闺女，又倒了3班地铁赶回来。老冯虽然表面上骂骂咧咧，但对闺女的担心是藏不住的。喜乐看到老冯后，心里也踏实了，没2分钟就乖乖回去了。这又何尝不是对老冯的一种内心认同？华丽和心安的奶爸更是女儿奴了，每天换着法的拍闺女的彩虹屁，根本不带重样了。喜欢汪的大眼睛，小鸟眼圈，天鹅颈，纤纤小玉手，整整齐齐的小背心，大长腿，贴了美甲的小指甲，短跑冠军，国家足水1级品鉴大师，最美丽、最优雅、最可爱的小熊，长得最甜的小熊。而且奶爸不接受任何人说自家闺女的坏话。有一次在直播间，有人说心安长得不好看，奶爸当场就霸气回怼，说你长得好看，那为啥奔驰不认养你？所以说在每位奶爸的眼里，自家的熊孩子都是最好看的。要睡醒媚珠的天塌了，她越狱的小窗口竟然全部被关上了。当奶爸关门走开的那一刻，从媚珠小小的背影里就能看出她此刻的悲伤。自从媚珠学会了越狱，她是每天都要翻出去好几次，而且动作越来越娴熟。越狱这事儿也是被她干得轻车熟路了。所以为了防止媚珠偷偷溜出去，小卖部的窗口现在也是限时开放了。媚珠自然是不同意的，大梁外公还当着她的面关窗口，把媚珠气得直跳脚，然后迅速跑到另一个窗口准备往外翻，结果又被大梁外公抱了下来。这下可把媚珠惹恼了，追着大梁打，跑起来一弹一弹的，像脚底装了弹簧一样，真的可爱数了。而且媚珠不愧是出生即顶流的小熊，她真的太会营业了，这么小就会趴在玻璃上和大家贴贴，像是在说不白来，都不白来。就连睡觉的时候，她也躺在玻璃围墙前，这奶乎乎的小模样，任谁看了能不心动？媚珠现在的年纪，一举一动都很可爱，她也像人类小朋友一样，能够1秒入睡，前1秒还是眼睛瞪得大大的，后1秒就进入了梦乡。她甚至睡前还会打个招呼，然后趴在角落里便开始呼呼大睡。而且她睡前叫的这一声，就好像是在说晚安。真的好喜欢媚珠，希望她一直都能快快乐乐的，熊生顺遂。可能有人宠孩子宠成这样啊！昨天栾川出血，因为温度不够低，雪也不够大，所以落在地上的雪都化了。奶爸知道林妍和麦麦喜欢雪，为了自己的2个好大儿能玩上24年的第1场雪，奶爸坐着缆车，拎着小铁桶，拿着小铁锹，来到山顶，把雪一点一点的收集起来，手都冻得通红。虽然林妍总是想方设法把奶爸挂网上，但奶爸却实实在在放他在心上。奶爸好不容易收集满了1整桶，又生怕雪化了，拎着小铁桶一路小跑回家。结果奶爸并没有止步于此，而是又提来了2个小桶，并且都装得满满的，这才心满意足的回去了。林妍和麦麦看到雪后，和想象中的一样开心。奶爸还给雪上插满了笋笋，胖妍把盛雪的大绿碗抱在怀里，还从里面拿出1小块搓了搓耳朵，最后干脆把雪都倒在自己的身上，疯狂的蹭脑袋。麦麦玩的也很开心，虽然小小的1桶雪不需要什么成本，但这里面却装满了满满的爱。还记得胖妍在雪地里撒欢的样子，化身推雪机，顺便还解锁了各种滑梯姿势，正着滑，倒着滑，侧着滑，而且他还知道翘着小手手减少阻力。奶爸还教了麦麦在雪地里怎么玩，麦麦也是一点就会，看着爷俩的动作是不是一模一样？但这俩逆子玩嗨了也是不顾奶爸的死活。先是麦麦顶着暴雪，蜷缩在门口吃饭，像极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，但在这凄惨的镜头之外，是冻得瑟瑟发抖，可怜又无助的奶爸。爸爸，快点乖，回去吃水，你给你。尽管喊破了嗓子，麦麦也不理他。林妍就更厉害了，年轻小伙火力旺，寒冬腊月天洗冰水，早啃冰块，这画风着实有点凄凉。如果不是奶爸先发制雄，先一步把事情的经过发出来，恐怕林妍想挂奶爸的计谋就要得逞了。他又要去玩冰去了，我真服了。你真的要让我死网上吗，林妍？我给你放个悲催点的音乐吗？但奶爸有时候也是欠欠的，他会在直播间公然说林妍是小黑胖，还说林妍是王八绿豆眼。这对活宝父子真的太有意思了，整天相爱相杀，成为了很多人的快乐源泉。然在不到半岁的媚珠身上看到了狡猾，这孩子实在是太聪明了。因为媚珠总越狱，饲养员就把小窗口关上了。媚珠等到饲养员给她打扫卫生的时候，先假装抱着门框玩，趁香香姐一不留神就往门外冲，但很快就被香香姐抓了回来。媚珠很不服气，她还想咬香香姐。香香姐把她放在木马上，看媚珠此刻的眼神就知道她已经想好了下一步的计划。香香姐刚松开她就立刻冲向门口，但她看香香姐跟了上来，就战术性的撤了回来，又假装抱着门框玩，让香香姐放松警惕。香香姐也就刚松口气的功夫，
媚珠又往外冲了。这次被抓住后，他就开始撒泼打滚。媚珠不到半岁就长了800个心眼子，也难怪青姐会说媚珠很奸诈。到哪里像小朋友的样啊，像纯爷猫那种奸诈样，这眼珠子叽里咕噜叽里咕噜的。不仅如此，媚珠还很勇敢，小年纪就会立定跳远。本来在木架上玩耍的媚珠，突然决定要从木架上跳到桌子上。只见他腰决定，做好了起跳准备，就这么纵身一跃，小家伙还真就成功了。真的很难想象，这是不到半岁的小熊就能做到的吗？后来媚珠又尝试了一次，结果这次却失败了，摔了个大马趴。毕竟他还太小，体力难免有些跟不上，而且不到半岁的媚珠已经开始有标记行为了。青姐说媚珠很早熟，还不到6个月就会做标记了。我记得其他那些个都是7、8个月、8、9个月才有这行为。你看那行为都早一拍，早熟小孩啊，早熟。咬人这个伶俐劲儿也早熟。其他的到他这年龄段哪有这么狠的，哪有这么凶的，机灵古怪的，逮谁咬谁。看到媚珠如此厉害，很多网友都认为媚珠绝对是野培的好苗子。媚珠适不适合不知道，但她那个一天要生800变气的妈肯定不适合。萌萌内心 OS： 你们可别乱说话了，本小姐可吃不了那个苦。萌警官芒小五今天上任了，而且他还是有警号的正经编制，现场牌面给的也很足。金主爸爸也专门搞一辆车来帮小吴警官宣传。不得不说，小五这孩子是真争气。芒女士今天又能跟着儿子吃大餐了。然而这一切好像冥冥之中早有定数。当时小五抓周选的就是编织龙，岂不正是编制的意思？外公把小五抱到了抓周现场，直接就放到了金饭碗边。但小五闻了闻，好像并不感兴趣。他又闻了闻编织龙以及旁边的红苹果，紧接着又闻了闻3馆长的官帽，最后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编织龙。看来我们的小吴警官刚满1岁时就已经有了如此清晰的职业规划。有网友还调侃说，小五很适合做交警，毕竟他眼神劈叉，可以同时盯到2个路口。也有网友说，今天小五警官上任这么大的日子，怎么没有把小五的黑屁股洗一洗？据说外公一大早还真给他洗了。有游客都听到小五在内卷的叫声了，此处已经可以脑补出小五被搓澡搓到哇哇叫的场面了。估计这个青苔染的黑屁屁真的是洗不掉。小五警官今天上任后，可以先查一查芒女士，毕竟前一天这娘俩在自家大院飙车的时候，芒女士竟然作弊超了近道。她突然冒出来的那一刻，都把我们的小五警官吓坏了。果然我们小五警官还是输在了年龄小，心也没有妈妈多，而且芒女士还经常不服从管理，冲撞小五警官。但是小五最多也就只能口头警告一下芒女士，毕竟我们小五警官还是一个没有断奶的奶娃娃。把芒女士逮进去了，她饭都没得吃了。不都说芒警官是正经驾校毕业的呢？他不仅精通绞杀、手杀、劈杀，本领也同样厉害。外公把果果均匀地插在了滑梯的2边，芒警官坐在滑梯的最高处，吃完手里的果果，就用屁股咕涌了2下，便能精准地停到下一处果果的位置。在坡度如此陡的情况下，还能做到如此的动停自如和精准停车，果然能当交警的小熊就是不一般。原来他之前在滑梯上单手扫果果，根本就不是坐不住，纯是为了耍帅啊。小五之所以能如此厉害，都是莽教练平时军事化训练的结果。什么摔跤、格斗、抗摔的，莽教练一样都没给小五落下。像半坡起步这么难的项目，莽教练也是从娃娃抓起，早早的就给小五安排上了。莽教练一边爬一边教小五动作要领，弓腰撅腚一样都不能少。不仅如此，莽教练还经常偷袭小五，以此来训练小五的反应能力。这天小五嘴里叼着树枝练习半坡起步，好不容易爬上来了，但从旁边莽教练的眼神里不难看出，他应该想使什么歪点子。果不其然，当小五背对着他的那一刻，莽教练一个偷袭便把小五打倒在地，然后自己趴在木架上埋着脑袋一动也不动，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。莽教练还教小五执法的时候要强势些，碰到闯灯的要薅住他不让走。可小五现场演练的也很到位，莽教练还教小五碰到肇事逃逸的要去追，实在追不上要多动脑子，比如可以采取超近道的方式截住他，然后突然跳出来吓他一跳。不得不说，莽教练还是有几下子的，真不愧是虫洞越狱第一熊。而且自从小五上任后，隔壁疑似熊贩子的梁老六连夜跑路了，现在住的是虫洞战神大宝哥。本来就觉得梁老六神神叨叨的很可疑，这下连夜跑路就更有问题了。这笑容别致的小熊就是飞云同父同母的亲哥哥奥运，因为他出生在2008年8月8日，恰逢北京奥运会开幕仪式，有着非凡的纪念意义，所以就取名奥运。奥运如今生活在神农架关门山景区，这里简直可以说是大自然的天然氧吧。奥运的院子就在山脚下，真的又大又漂亮，一眼望去满眼都是绿色，简直是视觉上的享受。而且奥运院子里还有一个超大的活水泳池，这样豪华的配置
可以想象大熊猫生活在这里会有多快乐。如今的奥运已经16岁了，看起来依旧白白胖胖奶乎乎的，足以见得奥运身心健康，被照顾得很好。因为有这么大的院子需要奥运管理，奥运园长每天可忙了，给小树修剪树枝这种事都是他亲力亲为。他还特别喜欢和饲养员互动，扒着围墙伸着小手，还想和饲养员击掌。奥运的隔壁住的是他的心上熊韵韵，韵韵是北洞影后徐萌萌的亲妹妹，也就是萌兰的亲小姨。两小只从小就生活在一起，可以说是青梅竹马。奥运与爸爸卢卢的暴脾气不同，他的性格非常的温顺，平时就连韵韵都打不过，还曾被韵韵一巴掌扇下木架。虽然韵韵偶尔会凶他，奥运还是喜欢的不得了，即便是隔着围墙也要追着韵韵跑。但韵韵多数时间都是对奥运的爱是已读不回的状态。然而就是这么好的地方，因为园方不怎么宣传，就连很多湖北本地人都不知道。如果偶尔想放空一下，神农架这个天然氧吧绝对值得一去。金虎，小鸭。话痨金虎到底能有多可爱？听到奶妈喊他，正在睡觉的金虎就能立刻抬头冲着奶妈微笑。虽然金虎长得5大3粗的，但其实他的胆子特别小。刚1岁的熊猫宝宝下雨天都敢自己在树上玩，但是14岁的金虎只要一下雨，就要立刻跑回家去找奶妈。你怎么啦？害怕啦？哎，小怂样，快下来吧！因为下雨天让金虎比较焦躁，他在房间里一直不停地打转，脚丫子上的泥沾得满屋子都是。而此刻的妙音和飞云都还在外场享受着天然的淋浴，只有金虎跑回来找奶妈撒娇求安慰。如果金虎会说话，那这会儿可能会说：虎虎好害怕呀，奶妈快抱抱虎虎。结果抱抱没得到，却被奶妈无情的吐槽：你叫大熊猫，不叫大熊猫，我是熊界的笑话。而且奶妈还拿金虎找不到对象说事，说这要是被其他的小女熊知道了，那就更找不到对象了。要是叫有人知道了，要是叫其他熊猫知道了，你说你啊颜面何存？你在熊猫界不用混下去了。最后因为奶爸奶妈一直说感觉没有面子的金虎还生气了，低着头不看他们。结果奶妈还一直输出：需要你补胆吧，有没有补胆的？我给你补补。这下把金虎气得哼一声起身就走了。但是如果是雷雨天气，金虎特别害怕时，奶爸奶妈也会陪着他安慰他。这么多人在陪着你呢，而且还在屋里。看金虎这芝麻粒大的胆儿，就能明白为啥当时飞云生日征用了妙音的场地。金虎一觉睡醒发现妙音变飞云了，就吓得一下午都被对着飞云装睡不敢动了，实在装不下去了，就抱起一根竹子用来防身，就连吃笋笋的时候也不安生，吃一口还会往飞云那边看一眼。而且奶妈说金虎很自恋，他总认为自己是最帅最有魅力的大熊猫，而且他也能听懂好赖话，所以当奶妈问他胖不胖时，他就沉默不语，而奶妈问他帅不帅时，他就会响亮回应：金虎你胖不胖？金虎你帅不帅？奶妈平时也很喜欢逗他玩，会把好吃的放在他的头上，让他自己动手去拿。奶妈这天先是给金虎头上放了小块胡萝卜，金虎用手拿的时候不小心弄掉了，奶妈帮他捡起来喂给了他。然后奶妈又假装在金虎的头上放一个胡萝卜，金虎就伸手去摸脑袋，没摸到的金虎以为这次又掉了，然后很认真的在地上找了起来，找了半天没找到的金虎才意识到自己是被奶妈骗了，一脸无辜的看向奶妈。大家还知道金虎哪些有意思的小故事呢？前这位正在享受刀削面服务的小家伙叫诚实，因为是诚记妈妈第10个孩子，故按谐音取名诚实。诚实小时候特别与众不同，是一身灰白配色，他也是同样拥有灰白配色的季憨憨的小舅舅。诚实从出生就是一只特别的存在，他是2016级的老妖，出生体重却足足有204克。要知道大熊猫幼崽出生体重一般在100克出头，他的外甥女程浪出生时只有42.8克。诚实从小就肉嘟嘟的，深得大家的喜欢，美奶妈也是经常抱着亲个不停，因为他灰白的毛色和胖乎乎的模样，也因此得了很多的外号，比如小灰灰、肥灰、肥肥等。而且因为诚实从小表情就特别严肃，也被大家喊作老干部。因为诚实出生的比较晚，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总是和小伙伴不赶趟。别熊睡婴儿床的时候，诚实在睡育幼箱，别熊出去晒太阳，他还只能睡婴儿床。最后好不容易可以和大家一起玩了，结果不是哥哥欺就是姐姐打。他们这集不仅有饭霸梅兰肉帮，还有爱聊架的天线宝宝奇艺，隐形战神奇果更是不好惹。但是我们小灰灰也有硬气的时候。这天奇艺看到独自在树旁趴着的诚实，准备上去撩闲逗逗他，结果诚实一反常态，把前掌举在空中，冲着奇艺大喊：你过来呀！把奇艺吓得一激灵，然后就默默地走开了。果然老师熊爆发时威慑力也很大，
小时候的城市酷爱睡觉，江湖上至今还流传着他充电2小时活动5分钟的传说。而且城市自小脑袋就长得大大的，所以经常能看到他的大脑袋被卡住。这天诚实的大脑袋被卡在树杈上，极力想挣脱的表情简直萌化了，而且他的小脚丫也在使劲儿。最后把脑袋拔出来的那一刻，头套都变形了。还有另一次更惨，本来卡头已经很难受了，还被亚运伺机报复，挠脸又咬嘴的。不过他们也只是打闹而已，并没有伤到对方。诚实和文文的互动更搞笑，不是黏黏糊糊的贴在一起，就是决斗现场，主打一个反差。有一次亚运和文文在泡澡，结果诚实硬是凑过来了，在他坐下的那一刻，水池里的水都流掉了1/3，气得文文直翻白眼。如今马上8岁的诚实出落得更加帅气了，希望更多人能认识和喜欢他。理台的二姑奶奶又开始搞事情了。二姑奶奶仅凭一己之力就让自己喜提家徒4壁。大家都知道喜乐有一个木质的躺椅，虽然平时她很少躺在上面，更多的是用来当做小餐桌。然而就在前几天一个无聊的夜晚，二姑奶奶大晚上加班给她拆了，而且还是拆得稀碎的那种，咬烂的残渣遍地都是。于是小躺椅族，即便二姑奶奶搞了破坏也不会被批评，因为老冯不敢批评她。二姑奶奶不仅能把老冯挂网上，而且她还会插腰骂街。就在外边他叼了干嘛呀？反正是不能吃的。刚才我说那能吃吗？然后当时那天我也没有冲我喊了一句，我说对骂我，他回头冲我乐了。我靠，当时心里就炸了。我说这家绝逼在骂我。看样子老冯被二姑奶奶骂了，他还挺得意。而奶妈针对喜乐拆家的态度就更没得说了，话里话外甚至还听出了自豪感。喜乐乐，今天早上干了什么坏事了？你告诉妈妈。今天不拆了。哎，小脚脚，哎呀，这个那呀，这个那呀。哎呀，今天不拆了吧？是不是？啊，今天还是喜拆家吗？你看看你屋里还有啥？你还想拆啥吗？这个床你要不要也一起拆了？你听，把家拆得稀碎还说可爱，真是把孩子惯得没边了。在端午节的时候，奶爸奶妈把格格屋里的小木船装扮成龙舟的模样，还专门摆了2根竹竿当作桨。当时大家还很好奇为啥二姑奶奶没有，其实她也有的，只是她的小木舟命运比较悲惨，刚上新没多久就被她半夜摸黑给啃了。于是小木船族，而且现在打眼望去，在二姑奶奶的院子里竟没有一个塑料玩具。这可不是元芳苛待她，而是她真会啃着吃呀。曾经她院子里也有很多，什么红色的小船、蓝色的凳子、绿色的小马，还有这个因为不听话而被二姑奶奶教训的粉色陀螺。二姑奶奶酷爱拆家，这些塑料玩具的寿命都不长，直到有一天绿色的小马被二姑奶奶掏缸了。奶爸奶妈在拼凑残渣的时候发现缺了一块，而且找遍了院子都找不到，于是他们便把喜乐的青团一块一块徒手掰开找，最后在一坨青团里找到了。奶爸奶妈想想觉得后怕，于是便不再采购也不再接受粉丝赠送的塑料玩具了。现在喜乐的院子里更多的是这种纯天然的编制玩具，估计是天津盛产葫芦，随处可见奶爸给喜乐做的葫芦丰容。二姑奶奶不是徒手掰，就是用嘴啃，这一年到头毁的葫芦不计其数，院子里的小树大树也难逃二姑奶奶的魔爪。但要说得罪喜乐最多的还是这把小主意，不是把二姑奶奶摔得熊仰马翻，就是砸二姑奶奶的脑袋。咱就说把她扔沟里真是不亏呀。老五，就没有一位姨能帮我报警吗？嗨，算了，这班不上也罢，干脆躺平算了。前有大飞机被抬走，小五扶树嚎啕大哭，经由敞篷汽车拖去维修，小五继续嚎啕大哭。前几天坐在车里有多嘚瑟，现在哭的就有多痛。估计小五心里有一种当了10天半的长安大柿子，一觉睡醒又被贬回平民的感觉。小五每天都在卖力整活，努力挣来的家当却都不翼而飞了。小五躺在木架上翻来覆去，实在想不通，内心 OS： 难道我莽小五的熊生只能在得到又不断失去中度过吗？现在就算莽妞妞突然消失了，我都不稀奇。小时候爬树困难户的莽小五，好不容易找到了他的命中情树，并且成功登顶，结果第2天小树就被墩墩奶爸砍了。后来粉丝一一送了他一辆大飞机，小五和莽妞妞都很喜欢，母子俩每天都在为争夺机长之位大打出手。但好景不长，因为天气逐渐变热，元芳害怕他们娘俩会中暑，就给抬走了。第2天发现大飞机不见的小五伤心欲绝，幸好当时有满院子的草飞为伴，但后来因为元芳考虑草太高有安全隐患，害怕有游客丢下的东西不能及时发现被小五误食，所以小五一觉醒来草飞又不见了。看到院子里光秃秃的小五，趴在充电桩上 emo 了好久。后来金主爸爸给小五送了一辆大跑车，母子俩都挺喜欢，整天上演夺车大战，而且短短几天小五就会单手开跑车了。看着这嘚瑟劲儿，妥妥的拿捏了纨绔子弟的气质。
然而因为跑车需要维修，小五一觉睡醒，跑车又不见了。老是这么弄，吓得孩子晚上不敢睡觉了，怎么办？跑车被拖走后，莽妞妞和莽小五互相责怪。小五认为是妈妈偷偷把跑车藏起来想自己玩，而莽妞妞认为是儿子不争气，还没玩几天汽车就被收走了。小五为了报复莽妞妞，还从木架下面偷袭了她。躺在木架的莽小五好像做了一场梦，一切繁华都如过眼云烟。小五心想，对，没错，以后你们只配看到躺平的我。朕来袭不慌不忙，机智救下弟弟妹妹。喜淘淘的雄生经历到底能有多传奇？2008年5月12日，四川汶川突发8级地震，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，卧龙基地的工作人员也乱作一团，但他们没有丝毫犹豫，纷纷冲回圈舍解救被困的熊猫。就在这生命的危急关头，喜淘淘带领一众弟弟妹妹，第一时间冲出坍塌的围墙，来到了野外紧急避险。更厉害的是，等他意识到危险解除后，他又带着弟弟妹妹安然无恙地回到了基地。无法想象当时准备再次上山搜救的工作人员看到他们平安归来，内心能有多激动。也没人知道，在当时家园被毁、环境改变的情况下，喜淘淘到底是怎么做到的。其实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了异于常雄的特质。喜淘淘是喜妹和玲玲的儿子，他还有一个双胞胎妹妹，就是大美熊思佳。淘淘从小就非常的活泼，是他们那一届的小霸王，经常带着妹妹一起欺负别的小熊。有记者过来采访，他也丝毫不怯生。刚才这个小家伙，我特别让大家介绍一下，他是最调皮的。刚才吃完了东西去抢别人饭的，还有刚才这个欺负小朋友的就是他，就是你啦。可能正是因为他的小霸王特质，让他具有了超凡的领导能力，小伙伴们也都信服他，才能有他后来带着弟弟妹妹到野外紧急避险的传奇经历。因为喜淘淘比较淘气又爱玩，他还曾把刘娟奶妈扔进了水里。是一个冬天，很冷，我也是穿的那个连体服，给他们扫他们的就是吃剩下的竹子，然后他就从后边直接把我给背起来了，然后一下把我给扔在那个水池里边。我当时又想笑又想哭啊！我说因为太冷了嘛，我不知道该干嘛。然后他还不顾你冷不冷，因为他不冷嘛，然后自己就跳下水来和你玩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我当时就觉得有没有搞错啊？喜淘淘现在生活在内蒙，成了会策马奔腾的草原王子。即便现在淘淘已经18岁了，他还一如既往的活泼，3两下就能爬上几米高的弹床，下来的时候也是非常的丝滑，稳稳地落在了弹床内。喜淘淘也是拆家小能手，饲养员怕他热，还专门给他定制了太阳伞。但一会儿的功夫，喜师傅就把他拆得稀巴烂。喜淘淘的隔壁住的是美心，下雪天2小只还会隔着围栏打雪仗。看喜淘淘拿着雪撒美心的样子，是不是人里人气的？会有飞云这么好看的小熊啊！银杏儿微笑唇，不管是看正脸还是看侧脸，都是无可挑剔的完美小熊。果然熊猫界的刘亦菲真的不是白叫的。飞云不仅长得好看，平时她不管干什么也都是温温柔柔的，就连去拿小黄鸭上的窝头也是轻轻的，这优雅的动作仿佛她是翘着兰花指把窝头取下来的。飞云对待她的阿贝贝更是极尽温柔，她每年假孕的表现好像比其他小熊都更严重些，所以经常可以看到他把他的阿贝贝抱在怀里舔舐，一边舔还一边慈母般的微笑，就连睡觉的时候也要把他抱在怀里，甚至在睡梦中也不忘用手轻轻地拍他的阿贝贝。这模样像极了哄孩子睡觉的母亲，他简直是把他的阿贝贝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。飞云每次上班的时候都会把他们带出来和他一起出外场，有时候他感觉自己叼得不够稳，还会停下来轻轻地做调整，生怕自己的娃掉下来摔着。看得出飞云真的很想做妈妈，她也一定能做一个温柔的好妈妈。但是飞云的亲戚太多了，当年如果能和金虎一起去印尼，那便是他唯一的机会了。飞云现在有4个阿贝贝，有时候饲养员会都给他带出来，飞云怀里抱着一个，还不忘时不时的回头看另外3个，看得出他为了这几个娃也是操碎了心。然而同样的玩具，妙音玩起来的画风就截然不同了。妙姐的阿贝贝不是在天上飞，就是在和他一起练习无敌风火轮，这个米妮的待遇也好不到哪去。妙姐表示只有强者才配做我的孩子，而隔壁的大虎子总爱搞破坏，3两下就把玩偶娃娃给咬烂了，所以他现在基本不配拥有这类的阿贝贝。有了对比之后，就更能凸显出飞云的温柔了，因为飞云真的太美太甜了，大家看到飞云就会秒变夹子音，就连朝夕相处的饲养员也不例外。看家飞云要是回家了，这么些人在欢迎他。你看，哎呀，飞云在一起呢，来，哎呀，漂亮的，哎呀，这漂亮的这个小胖妞。更重要的是，飞云有的不只是美貌，她的智商也很高。饲养员把笋笋给她放到了滑梯的中间，飞云趴在上面尝试了一下也够不到，于是她便拿起手边的抱枕，
精准的扔向滑梯上的笋笋。就这样，笋笋和抱枕一起滑落了。只能说美貌其实是飞云最不值得一提的优点了。秦秀、秦美这对姐妹花的感情到底能有多好？她们就连睡觉的姿势都是一模一样的，而且还很默契的一只伸左腿，一只伸右腿。秦秀和秦美也喜欢黏在一起，秦美喜欢把姐姐搂在怀里，姐妹俩在一起的画面真的很温馨，特别是秦美搂着姐姐腰的这个背影。他们两个这是在修图发朋友圈吗？反正像极了在玩手机的两脚兽。这一刻真的感觉他们是工作人员扮的。两小只干饭很积极，每到加餐点，他们都会摆在小卖部的窗口前，等待奶妈的投喂。有时候奶妈来晚了，姐姐踮着脚尖，伸着头往屋里看，妹妹还会特别贴心的扶着姐姐的腰。这有爱的一幕，真的让人看了都心暖暖的。还有秦秀这小脚也太可爱了，200多斤的身体，竟然长了一双35码的小脚，感觉站不太稳的样子。这方面还得看花菊，虽然长得矮底盘低，但是却有着一双42码的大脚丫子，给人一眼看上去就很稳重的感觉。姐妹俩也都喜欢打包笋笋上树，但她们两个非但不会因为抢位置打架，反而是会凑上去蹭蹭鼻尖亲亲。有时候姐妹俩一起悠闲地坐在树杈上，姐姐实在太无聊还玩起了尾巴，秦秀还会挂在树枝上，用力晃动着树枝，搞一个自制秋千，玩的那叫一个得意。不过她好像对自己的体重一无所知，真害怕这个小树枝经不起这个200多斤的小猪仔。除了有姐妹间的彼此陪伴，她们还拥有一个超豪华的大别墅，有大树，有爬架，还有小亭子和秋千，而且她们还能吃自助餐。前段时间院子里的柿子熟了，秦秀忙着摘柿子吃，吃完了柿子，院子里的板栗又可以吃了，秦秀又忙着收板栗。姐妹俩爱吃南瓜，饲养员就在他们院子里给他们种了一片，两小只喝的水也是流动的溪水，而且奶爸奶妈也很爱他们。笋笋都是按筐给，姐妹俩可以坐在秋千上悠闲的吃笋笋，这生活过得真的好惬意啊。